当你深陷一场危及生命的灾难之中，身边已经没有食物，而与你同行的亲戚好友已经遇难，那这个时候，你是否会为了活下去，选择把他们作为食物而延续生命呢？我应该不会。永远不要停止思考。我是阿一，我是娜娜。今天要说的是一个真实的故事。一群年轻人在零下30度的安第斯山脉存活了72天，最后居然有16人活了下来。这就是1972年的安第斯山脉空难。我在调查这个事件的时候呢，也是产生了很多的思考，心也会跟着揪紧。这不仅是航空史上的一场悲剧，更是人类求生史上最令人震撼的人性考验。咱们今天就从这场空难的源头说起，看看那些幸存者是如何在生命禁区里和死神博弈的。这里边还藏着不少关于雪山环境和求生技能的知识。故事要从1972年的10月13日那天说起。乌拉圭空军的571号航班从首都蒙德维迪亚起飞，目的呢是智利的圣地亚哥。机上的45人里边有16个人是属于一家橄榄球球队的队员，还有他们的家属、教练以及5名机组成员。这次他们是包机出行，除了满足球队成员的乘坐，还有不少空余的座位，所以就允许队员们邀请自己的家属朋友一同前往。其中球队里的队长费尔南多·帕拉多，队员们习惯叫他南多，特意带上了母亲和妹妹，邀请他们为自己的球赛加油打气。出发前他还跟家人们开玩笑地说，等打完了比赛，咱们去智利的海滩晒太阳。可谁也没有料到，这趟充满期待的旅程最终会变成一条通往绝境的不归路。那这场空难到底是怎么造成的？那关键的问题就是出在了安第斯山脉的极端气候和人为失误的叠加。安第斯山脉是世界上最长的山脉，纵贯南美洲，有很多山峰的海拔超过了6000米。高海拔让这里的天气像变脸一样快，前一秒钟晴空万里，下一秒钟就可能刮起时速高达100公里的狂风，气流紊乱，能把飞机掀得左右摇晃。当时呢，571号航班飞到智利境内的安第斯山脉时，刚好遇到厚厚的低云带，飞行员看不清地面的地形，只能依靠仪表飞行。再加上计算飞行时间的时候，忽略了逆风会拖慢速度，原本该继续飞行一段距离再转弯降高，结果提前做了这个动作，最终飞机一头撞在了海拔3900米的瑟罗拉多山上。那有一个问题，当时的雷达不够先进吗？是的，那款飞机实际上是非常的老旧的一款飞机，同时因为他们的人为失误，所以导致了这场灾难。那其实我觉得这个航线的选择也是有问题的。是的，那在这个瞬间，机身就断成了3段，一些遇难者在半空中就被甩出了飞机，当场身亡，机身的前半部分掉进了山谷。这一瞬间就夺走了12人的生命，中间部分带着幸存者卡在了雪山的斜坡上，成了他们后来72天的避难所。后半部分则顺着雪坡就溜走了，消失在了山谷里。空难后，机上原本的45人只剩下了27人。这里还要补充一个细节，关于初期幸存者的人数，不同的记录略有差异。剩下的幸存者很快就面临了第一个致命威胁——高海拔低温。安第斯山脉的夜间温度能够降到零下30度。他们没有睡袋，没有羽绒服，只能把飞机座椅的海绵拆下来裹在身上来取暖。10几个人挤在断裂的机身里，稍微翻一下身，就可能因为体温快速流失而导致休克。他们甚至都是面对面睡觉，用互相呼出的热气来取暖。有一个叫卡洛斯的队员，因为脚被飞机的碎片划伤，伤口在低温下很快被冻伤发黑，最后只能靠同伴用剪刀剪掉坏死的皮肤。接下来就要面临更大的挑战了。首先就是食物和水，水的问题还好解决，融化积雪就行了。但是食物很快就见底了，他们搜寻了整架飞机，最后只发现了几盒巧克力、1瓶葡萄酒、几包香烟，这些物资不到10天就被吃光了。最后的几天里，有人只能舔巧克力盒子上的残渣，有人甚至把香烟里的烟丝拿出来咀嚼，试图缓解饥饿感。这时，他们遇到了一个没有人愿意面对的问题：再不吃饭，所有的人都会饿死。所以，他们就像开头说的那样，去吃了同伴的遗体。这一场空难最震撼，也是最有争议的部分，也是他们在绝境中最悲壮的选择。一开始没有人愿意接受，那些遗体是曾经在球场上一起奔跑的队友，朝夕相处的朋友，甚至至亲。南多的母亲在失事当时就已经身亡了，而妹妹也在不久后在他的怀里停止了呼吸。南多在后来的回忆里边写道：“我看着妈妈的遗体，心里边只有一个念头，我怎么能对她做这种事情？”很奇怪的点是，为什么这么久了还没有人来展开营救呢？因为当时政府已经搜救了8天，他在24号的时候，有一位乘客修好了飞机上的收音机，但是听到了停止搜救的消息。政府方面以为这么多人在这么极端的条件下，已经没有人能生还了，所以就停止了营救。空难后的第16天，也就是10月29日，年纪最大的教练就先开口了，他说：“如果我走了，请把我的身体留给大家，至少让你们能够活着回家。告诉我的家人，我尽力了。”这句话其实很让人感动，同时它也像开关一样，让其他人慢慢地放下了心里的负担。他们围成了一圈，双手握在一起祈祷，
约定如果不幸去世，都愿意把自己的身体捐献出来，让大家活下去，让自己成为大家的希望。从那天起，他们开始用飞机上的小刀把遗体的肉割下来，放在机身外的雪地里冻干，这个低温就能延缓它的腐败。每次只取一点儿，用铝盒加热之后分着吃，没人愿意多吃一口，也没有人愿意谈论这到底是谁的肉，只是默默地咀嚼，心里想着要活下去，要回家。更残酷的是，空难后的第17天，也就是10月30号，一场突如其来的雪崩袭击了他们的避难所。当时所有人都在机身里边睡觉，积雪像巨浪一样涌进机身，瞬间把几个人埋在了下面。等幸存者们拼命把雪挖开，发现又有8人失去了生命，剩下的就只有19人了。这次雪崩让他们彻底明白，待在这里就是等死，必须有人徒步去求救。在海拔4000多米的山里边徒步，这明显就是去送死。他们没有地图，没有保暖，没有登山鞋，对的，他们什么样的条件都不具备。但是他们没有退路，队长南多和队员罗帕托·卡内萨就站了出来。他们俩是身体最强壮，南多还跟着父亲学过一些户外生存的知识，而卡内萨是队里的前锋，体力很强健。出发前，他们做了最简陋的准备，把飞机的铝片拆下来作为雪橇垫在脚下，把遗体的肉晒成肉干当做食物，用破布裹住脚当做鞋子。这里要科普一下高海拔徒步的致命危险，海拔超过3000米就会出现高原反应了，缺氧会让人头晕恶心，每走一步都像扛着10公斤重的石头，而且雪山里没有参照物，一旦迷路就是万劫不复，更别说如果不小心的话，还会掉进冰裂缝，或者是遇到天气巨变被暴风雪吞没。南多和卡内萨每天只能走7公里，晚上就挤在雪洞里，依靠彼此的体温来取暖。有好几次，卡内萨因为缺氧晕倒在雪地里，南多就拽着他的衣服把他往前拖。他们还差一点掉进了一条宽30米的冰裂缝，幸好被一棵冻住的灌木树给挡住了。就这样坚持了10天，走了将近70公里，他们终于在12月20号看到了希望。远处的山谷里有一条小河，河边还有一间小木屋。走近后，他们看到了一个身穿皮棉袄的智利牧民正在劈柴。一开始牧民以为他们是野人，2个人的头发胡子全部结在一起，衣服破得露出肉，然后脸上手上全是冻疮和雪霜，说话声音比我现在说话声音还要沙哑。直到南多掏出了一张皱巴巴的纸条，用冻得发僵的手指给对方看，它上面写着：我们是乌拉圭这趟航班的幸存者，还有人在山里边等待救援。牧民这才反应过来，赶紧把他们请进木屋，给他们煮了热汤，还联系了当地的警察局。第2天，智利军方的救援直升机就飞到了幸存者藏身的雪山。当直升机降落时，那种绝境逢生的激动是我们现在用语言无法去表达的。从10月13号的空难发生，再到12月22日获救，他们整整熬了72天。南多后来回忆说，看到直升机的那一刻，我突然想起了那些没能活下来的伙伴。我对着天空说，我们做到了，我们要回家了。那这场空难之后有没有引发大家的什么反省？有什么变化？当然有，首先就是航空安全的进步。此后，国际民航组织专门出台了山区航线飞行标准，要求非山区的飞机必须配备双套的地形预警系统，防止单套系统出现故障。飞行员还至少得完成20小时的山地特殊气象飞行训练，学会在云层中判断高度和地形。政府也在安第斯山脉的关键区域设置了12个紧急救助站，每个站里边都配备了食物、保暖睡袋和卫星电话，以及防止这种搜救找不到方向的情况。当时他们为了生存吃了同伴这件事情，大家是怎么评价？那这个争议确实很大。一开始外界知道这个消息后，很多人都骂他们野蛮，违背了人性，有些媒体还把他们称作雪山食人族。宗教界的反应也很强烈，乌拉圭天主教的一些神父认为这违背了不可杀人的教义，哪怕是遗体也不行。但随着幸存者们公开讲述绝境中的无奈，尤其是南多带着把同伴遗愿带回家的承诺，逐一去拜访遇难者的家属，这个情况就慢慢的改变了。很多遇难者家属表示理解，南多妹妹的未婚夫说，我宁愿他的身体能让南多活下来，也不想让他在雪地里孤零零的腐烂。还有一位遇难的队员的母亲说，你活着就等于我儿子也活着，因为他的希望跟着你回来了。就连之前质疑的宗教界，后来圣地亚哥主教也公开表示，在极端绝境中，生存的本能与对生命的尊重并不冲突，他们的选择是为了延续更多的生命，这也是一种对生命的敬畏。学者们则从伦理角度来分析，这不是违背人性，而是极端环境下的道德妥协。他们没有主动的伤害任何人，反而遵守了生前的约定，每一次食用都是为了活下去，而不是为了满足欲望。后来南多他写了一本回忆录，他的名称叫《活着：安第斯山脉空难幸存者的故事》。他在书里说道，我们活下来不是因为幸运，而是因为我们答应过彼此，要带着所有人的希望回家，要让他们的家人知道他们没有白死。
那这一场震撼的求生故事也成为了很多影视作品的灵感来源。如果你想要更直观地感受这段故事，推荐3部作品：《天劫余生》、《安第斯山脉的幸存者》和《绝境盟约》。再回头来看看这一场空难，它早已经不是一个灾难故事。在我的视角之下，那些幸存者在零下30度的雪山里，用挤在一起取暖的抱团精神、徒步求救的勇气、约定捐献遗体的牺牲，告诉我们，生命的坚韧有时候比冰封的雪山更加的坚固，反而是一种团结的象征。是的，如果你了解这个故事的更多细节，或者是有过面对困境而不放弃的经历，欢迎也在评论区里分享你的感受。永远不要停止思考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